就像我之前经历的人生低谷，原本很稳定的事业也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完全从零开始。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做什么都不顺利。大家好，欢迎来到指引经络工作室，我是子印，我是一位拥有10年临床经验的经络推拿治疗师，同时也是一位潜意识引导者。我会在这个频道分享我这10年间所学到的相关的知识与技巧，透过经络推拿的调理与意识的引导，从身体的触觉开启我们内在的觉察之旅。什么是灵魂与意识合一？其实我们刚出生的时候，灵魂与意识是合而为一的。但是我们出生之后，与我们的原生家庭的价值观，还有社会的教育制度，以及人生经历的种种经验，长久下来，脑意识散发的电波会形成一道厚实的保护层，会让我们的灵魂与意识相隔得越来越远，甚至遗忘了过去的记忆。当我们开始想要将我们的意识慢慢的回归我们灵魂真正的生命的蓝图的时候，这就叫做灵性觉醒。如果这个人的意识与灵魂越来越远，那他的现实生活就会不断的遇到麻烦与痛苦的事情。就像我之前经历的人生低谷一样，原本很稳定的事业也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完全从零开始。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做什么都不顺利，而且在那个时候我还因为太过焦虑，所以去看了精神科，吃了精神科的药，但它并没有让我变得更好，反而让我变得更痛苦。每天就像是行尸走肉一样，生活没有目标，没有了人生的方向，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想跟别人有任何的交集。那个时候的我就是经历了所谓的灵魂暗夜，但是很庆幸的，我在去年的5、6月的时候，突破重重的障碍，不断的把我的意识慢慢的拉回我灵魂的原厂设定，让我的灵魂与我的意识越来越靠近，让我看见我的灵魂使命与天赋，让我重新的振作起来，找回我内心真正想要做的梦想，并且开始规划可执行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往我的梦想实践。这就是灵魂暗夜，它真正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正在追求的这条路其实跟我们心中的灵魂设定的目标并不一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去对齐宇宙的原厂设定。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去跟宇宙做连结，回到我们最初的灵性能力。当我们的灵魂与意识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的直觉以及灵感还有显化能力都会越强。相反的，如果我们的意识与灵魂相隔得越来越远，即使他的生活过得不错，职位也很高，事业也有成，但是他却会因为得不到他想要的生活，内在的匮乏，导致他不断的向外去追寻，生活过得也不快乐。进入水瓶时代之后，宇宙的能量不断的增强，让我们的意识与灵魂越合一的人，内在充满了喜悦与感恩，能量的频率就会不断的提升，就像大卫霍金斯的能量频率表。那如果我们的意识与灵魂越来越遥远，内在越匮乏、越恐惧的人，能量频率就会越低，这样就是两极化加剧的状况，让在200能量频率以下的人，生活越来越不顺利，越来越不开心。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往越来越高的能量状态走，而不要往越来越低的地方走？那就是我们要把过去植入我们潜意识的这些限制型的信念以及想法框架的根源，一一的重新的去检视，马上停止不断的内耗，停止负面体质不断的吸引负面的人事物来到我们的身边，将那些不适合我们的完全放下，改写成为适合我们的信念系统。例如，我值得所有的丰盛，财富是轻松而来的，我值得所有的爱，让我们越过越顺利，显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也越来越轻松。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去提升我们的频率，还是处在200以下的低频能量状态，那宇宙就会开始去逼我们做功课，然后就会开始进入灵魂暗夜，就像我过去一样，让我们开始遇到更多不顺利、不快乐的事情，迫使我们加速去面对我们真正内在的课题。
那这些都是属于个人意识的部分。接下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集体潜意识，家庭之间的集体潜意识，公司之间的集体潜意识，社会之间的集体潜意识，国家之间的集体潜意识，乃至于整个地球的集体潜意识。就像是我们在玩两人三角，如果其中只有一个人跑得特别快，剩下的都跑得比较慢，那个跑得比较快的人就会被跑得比较慢的人拖累。但是呢，如果其中有5个人、7个人、9个人跑得都比较快，那剩下跑得比较慢的那个人，他就要开始跟上脚步，他可能要开始训练他的腿力，努力的跟上大家的脚步，这样子是非常的辛苦的。接下来因为大家的灵性都觉醒了，新的时代来临了，未来不再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去做追寻，而是要为了整个集体意识，为了大家的利益去前进，带着大家一起起来，这样子整个环境的能量场才会持续的提升，带大家去更好的地方。接下来大家都越来越好了之后，这些比较低阶或者是重复性高、缺乏创意的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做呢？宇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汰换，精益求精，透过各种的方式，比如说像天灾啊、疫情啊、战争啊，用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去筛减掉意识还没觉醒或者是不愿意改变的人。那接下来这些反复性高、缺乏技术性与创新性的工作就会被 AI 取代。未来我们要选择的工作，或许它可能已经不是叫工作了，因为我们未来可能都要去寻找我们内在真正渴望、热情想要去做的事，而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灵魂给予我们的天赋。这些天赋呢，通常都是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正面的帮助，甚至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可以为这个集体潜意识提供更好的价值。以后这个就不叫工作，就叫我们的志业。所以我们该如何让我们的灵魂与意识对平呢？我们要从我们的潜意识去改写我们的信念，让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松的得到我们想要的。那意识有分成2种，一种是表意识，另外一种就是深层的潜意识。表意识就是我们脑袋有意识去思考做决定的意识，而潜意识则是我们无意识去做的决定。不管是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都会向宇宙散发能量频率。那这里有几个重要的脑知识，有意识的部分都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社会，或者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获得的一些想法与观念累积出来的。而这些有意识的部分通常都是自我催眠来的，无意识的部分才是我们真正相信的。例如我就是要很努力才会得到我想要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或者是我总是吸引到不适合我的人，不珍惜我的人。打开钱包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个小声音说啊，怎么钱又不见了？钱又花到哪里去了？或者怎样都存不到钱，这些才是我们潜意识真正相信的。那我们整个脑意识中，有意识其实只占了整体的5到10%，无意识的部分占了90%。无意识的能量频率是有意识的非常多倍。如果我们不知道潜意识主导了我们的命运，那我们就会屈就于命运，甚至放弃自己得过且过。但其实我们可以透过挖掘我们的潜意识，转化我们的内在信念，去吸引我们所想要的人事物。那实际上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首先，平时如果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可以先把这样的情绪记录下来，再去看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件去触发这样子的情绪。那这样相同的情绪与感觉是否曾经出现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当我们有记忆以来，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时候我们的脑中会出现一些记忆或者是想法，甚至是一些画面，这个就是我们的潜意识透露出来的讯息。而就是在这个当下，我们回去感受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内在真实的感受与想法，就是造成我们潜意识的限制性信念。这个信念在我们的潜意识种下了一个种子，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发芽，最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个性，以及我们看待世界的惯性思维与模式。所以我们只要找到这个信念的源头，我们就可以去改写这个不适合我们的信念，改变成为真正适合我们的信念。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灵魂去对平，提升我们的能量频率，最后就会吸引更多适合我们的人事物，也会让我们的显化能力变强，让更多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现在的你
是不是也在寻找更有意义的生活？愿你能够与灵魂重新连结，活出你原本就拥有的光，将你的天赋转化为使命，成为这个世界的带头者。好了，以上就是这次所有的内容。如果你喜欢经络、健康与身体相关的知识，或对我们的潜意识以及内在疗愈的相关身心灵主题有兴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如果大家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帮我按赞，并且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让这些有价值的善知识可以透过演算法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这里是指引经络工作室，我们下次见。